怎么了？没什么，只是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太不真实了，像在做梦。我带你四处看看，熟悉一下我们的家。好。我猜，你可能会对这个更感兴趣。这里面是我第一次参加设计比赛的作品。你也是设计师？曾经是，不过那次比赛我输得一败涂地，想法太幼稚，技术也笨拙。每个人都有笨拙的开始。顾言慈，其实我从来没有真正的谈过恋爱，和陆泽宇那段更像是一种自我欺骗的习惯，所以对于怎么做一个妻子，我什么都不懂。在如何去爱一个人这件事上，我也是个新手，所以我们谁也不比谁更有经验，我们得一起学。我们的婚姻开始的有点快，但没关系，我们可以把恋爱的步骤一步一步慢慢走完。不如就从互相了解对方的专业开始。来姐，搞定了，他那把椅子可是德国货，金贵着呢。等他一屁股坐下去，保证当中摔个狗吃屎，手里的设计稿也得全完蛋。干得不错。别坐，椅子。瞎了你的狗眼！撞到我们苏念，你担待得起吗？哦，不对，是你想跟他一起滚蛋。孙小琪，你动他一下试试。苏念，你还真是爱多管闲事。不过也是，毕竟物以类聚。垃圾总是和垃圾待在一起。就是，将来姐很快就是咱们环宇集团的总裁夫人了，一句话就能决定你们这些实习生的去留。惹我不高兴，你们的实习报告想拿不合格吗？还是想被整个云城的设计圈拉黑？总裁夫人，江小姐，我没记错的话，前几天你还为了陆泽宇要死要活的吧？怎么，这么快就移情别恋了？还是说，我们顾总的品味比较特别，就喜欢捡别人剩下的？你以为你的手段就只值这点上不了台面的小动作吗？苏念，你太天真了。你以为拿陆泽宇那个废物来刺激我就算赢了？你们都跟他一样可怜，根本不知道自己得罪了谁。陆泽宇的江氏制造不过是趴在环宇集团这个庞大科技生态圈上讨口饭吃的小作坊，而我马上就要嫁给顾总，成为这个生态圈真正的女主人。你们觉得一个未来的女主人会看得上一个在她领地上要饭的吗？小作坊，这评价对你前男友的事业还真够刻薄的。它的全部价值就是祈祷环宇集团的技术授权不要断，它的市值天花板都够不到顾总办公室的地毯，他连给顾总提鞋都不配。你对陆泽宇的这番真实评价，我已经帮你原封不动地发给他了，不用谢。苏念，你敢耍我！抢手机是吧？正好，让安保部把昨天的监控调出来，看看是谁把腐蚀性液体泼在我为念锦绣坊客户定制的这件礼服上的。姑姑，他欺负我，他要毁了我！苏念在办公区大声喧哗，还为了实习生之间的小矛盾，动辄就要动用安保资源，你是不是太闲了？钱总监，这不是小矛盾，
是有人蓄意破坏客户的财产，我要求调取监控是我的正当权利。你的权利在这里，我就是规矩。我说这件事儿到此为止。另外，忘了告诉你，你工位上方的那个摄像头线路故障还没好。各位都是云城大学出来的高材生，前途无量。有些事儿要学着看清形势，别为了不相干的人断送自己的前程。我也不妨跟你们透个底，我们家将来很快就要和顾董结成连理，成为环宇集团未来的总裁夫人了。你们的实习评审报告可都是要经过我这里。还想参加启航杯新人设计大赛？但凡跟苏念沾边的人，这次的内部推选，你们的名字想都别想出现。对不起，念念，我退出，我真的争不过他们。你不用走，该滚出环宇集团的是他们这些靠关系和霸凌的蛀虫。奉总裁手令，集团监察部即刻起接管设计一部，彻查近期所有关于职场霸凌及舞弊的举报。开始吧。孙小琪，我不是。鉴于你恶意破坏公司项目资产，侵害同事知识产权的行为极其恶劣，公司决定：第一，即刻开除；第二，法务部将正式向你追讨全部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被毁坏的云锦面料费以及参赛项目延误造成的损失。你的行为将被记录在案，并正式通报行业设计师协会，建议列入永不录用黑名单。你快帮帮我啊！这些都是你让我干的，是你让我去毁掉苏念的东西的。你胡说八道什么？疯狗一样乱咬人！方特助，一点实习生之间的小摩擦，何必小题大做？你可能还不知道，我们家将来是顾老夫人亲自看中，内定要与顾总秦晋之好的。她未来就是环宇集团的女主人。钱经理，第一，环宇的基石是技术和规则，不是流言和关系。第二，顾总的私人事务，什么时候轮到人事部门的经理来替他向全公司宣布了？请您注意自己的身份。方助理，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了一点小事，非要闹得这么难看吗？钱经理，我们只是按照规章制度做事。环宇集团的合规部是独立于所有业务线的，只向董事会汇报。您的职级还不足以干涉我们的内部调查。带走。我不能被调查，我父母好不容易才供我读完大学，将来姐你救救我，我不想被同胞拉入行业黑名单啊！多行不义必自毙，我倒挺想看你们的下场的。苏念，你得意什么？不过是巴结上一个助理。等我成为幻宇集团的总裁夫人，第一件事就是让你这种没背景的抄袭狗，在整个国风设计界彻底消失。还好环宇是大公司，讲规矩，他们真是太过分了。刚才谢谢你。没什么，应该的。陆泽宇，你疯了！想死别死在我的车前，晦气！拿下顾燕子，整个幻宇集团的核心技术合作，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儿？陆泽宇那种货色，玩玩就算了，怎么可能真让他占到便宜？这是什么意思？将来你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既然你都听到了，还来问什么？字面意思，听不懂吗？我们不能分手！我的公司泽宇科技的全部估值都建立在那份 AI 芯片独家使用授权上，没有环宇集团的技术，我的公司就完了。你的公司完不完，关我什么事？那是我们一起规划的未来，你说过会帮我成为科技新贵的，
现在授权协议就在眼前，你怎么能？陆泽宇，你是不是还没睡醒？你觉得你一个靠女人上位的投机者，跟未来的环宇集团继承人有可比性吗？继承人？我很快就会成为顾家的女主人，整个环宇的专利库都是我的嫁妆。你还在纠结那个小小的芯片授权，真是可笑！别再来烦我，不然我不介意让你连那个空壳公司都保不住。王总，陆泽宇，我刚收到环宇集团的正式通知，关于泽宇科技的 AI 芯片独家授权合作终止。终止？不，王总，你听我解释，再给我一点时间。石将来他时间？没有环宇的技术授权，你的公司就是一堆废纸。董事会一致决定，立即启动投资退出和清算程序。我们已经开始接触新的合作方了，你好自为之。陆先生，您公司的过桥贷款今天就是最后还款日期，江氏制造的担保已经撤销，您再不处理，我们只能启动资产冻结程序了。我在想办法，别催了。办法？你拿什么当办法？你不是号称云城新贵吗？这点钱都周转不开。新贵个屁！我他妈就是个空壳子，全靠江家撑着。现在什么都没了，你们满意了？控制中心 A 区董事长车位有不明人员接触车辆，疑似企图盗用，请求支援。站住，不许动！队长，你来的正好。这个人就是个司机，我盯他好久了，肯定是想偷老板的车出来显摆泡妞。你胡说什么？他不是……你还护着他？苏念，都是你！要不是你发那段录音，将来怎么会不要我？我的公司，我的一切全都被你毁了！别动，双手抱头，蹲下。听见没有？双手抱头，蹲下，别逼我动手。抓得好，这种人就该送去坐牢。一个臭开网约车的也敢动董事长的车？我们没有，这车就是他的，你们凭什么抓人？怎么回事？集团门口乱哄哄的，成何体统？王总监，我们在处理一起车辆盗用事件。董事长，您怎么在这儿？非常抱歉，让您受惊了。不可能！你认错人了，他怎么可能是董事长？他就是个开网约车的。你们是串通好了演戏吗？你是什么人，也配质疑我向董事长汇报工作？安保部这个月奖金全部取消，连我们环宇集团的董事长都不认识，明天你们也不用来了。别怕，我们回家。请。他就是那个传说中从不露面的董事长。完了完了，我刚才录像了，那他身边的女人不就是总裁夫人？苏念的丈夫是环宇集团董事长？不，这绝对不可能！快走吧，还得准备明天战略发布会的材料呢。听说董事长会亲自出席。是啊，就在云顶天境酒店，那可是咱们云城最高级的酒店。战略发布会，云顶天炫酒店。对，一定是假的。明天我一定要去现场，亲眼揭穿这个骗局。来来，你看，这才是我们江家未来该有的样子。爸，您就放心吧，等我嫁进来，整个顾家都是我们的。开门，我们来拜访顾老夫人。这里是顾家私人住宅，请表明您的身份
和预约信息。我是江氏制造的董事长江启明，这位是我的女儿江来。我们今天来是想和府上长辈确认一下2个孩子好事儿。江董，抱歉，今天的访客日程表上没有您的预约。没有预约？你知不知道我们是谁？我马上就是你们的少夫人了。还请通报一声，事关重大，耽误了你担待不起。另外，需要向您说明一个事实，我们的顾先生已经结婚了。什么？结婚了？你胡说八道！不可能！顾总亲口对我承诺过。请2位立刻离开，这里是私人领地。如果您继续在此逗留，我们将按照安保条例进行处理。爸，他什么意思？什么妻子？少爷，欢迎回家。爸，他就是顾燕慈，他怎么敢这么对我们？已婚？他竟然已婚了！爸，刚才顾燕慈车里那个女人，我是不是眼花了？怎么那么像苏念？胡说什么？那个苏念，一个刚毕业没几年，连自己工作室都摇摇欲坠的小设计师，还有什么资格坐进顾家的车？可是我真的看着像，而且那个安保说顾燕慈已经结婚了。爸，你不是说顾总要跟我们联姻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来，你要沉住气。商场如战场，虚虚实实，你还看不懂吗？我得到的消息千真万确，环宇集团为了巩固高新科技的生态链，必须和我们江氏制造深度绑定，联姻是最好的方式。顾燕慈是聪明人，她不会不懂这个道理。那个女人是谁？他的妻子又是谁？障眼法罢了，要么是顾家老太太给他安排什么远房亲戚，要么就是他故意放出来的烟雾弹，想在合作谈判前压我们的价。他今天这么对我们，就是一种下马威，想让我们自乱阵脚，主动让步。下马威？他以为他是谁？明天环宇集团的年度战略发布会，我们江氏制造是特邀供应商。我要亲自去现场，当着所有媒体和商业伙伴的面，我要亲口问问他顾燕慈这婚他到底还结不结？对，我们就在那个场合把事情摆到台面上，让他知道我们江家不是好惹的。刚才在门口的是江来，他身边那个男人是谁？他们怎么会找到这里来？那是江氏制造的董事长江启明，不必理会，一群跳梁小丑而已。可是我怕他们又会针对念锦绣坊。上次面料的事情已经让工作室元气大伤，他们不会再有机会了。陷害你工作室使用有毒面料的虚假质检报告，我已经查清楚了，是江启明亲自出面向云城第三方检测中心的主管行贿，伪造了那份报告。他为了将来竟然做这种事。我已经让方旭固定了全部证据链，从银行转账记录到他们的通话录音，一个都跑不掉。他们自以为是的闹剧也该收场了。明天你跟我一起去环宇集团的年度战略发布会。战略发布会？我给他们准备的大礼也该开场了。我相信你，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奶奶，您怎么还没休息？等着给我的宝贝孙媳妇儿送宵夜。看你们小两口这么好，奶奶就放心了。知道你这阵子为了工作室的事儿费心劳神，特意让厨房给你炖了几个小时的虫草花鸡汤，来，趁热喝了，补补身子。谢谢奶奶。傻孩子，跟奶奶客气什么？记住，以后有顾家给你撑腰，什么风雨都不用怕，安心去面对明天的一切。姑姑，
今晚的发布会，江氏制造是特邀供应商，我和爸爸都会出席。我要当着所有媒体的面问问顾燕慈，我们两家的联姻到底还算不算数？你确定要在那个场合把事情闹大？当然，他想用一个不知道哪来的女人当烟雾弹压我们江家的价，没门儿！我要让他知道，我将来才是名正言顺的顾家少夫人。所以，今晚发布会压轴高定系列星河的首席设计师必须是我。我要以主人的姿态站上那个舞台。放心，评选流程我来把关，最终的名单只会是你，你安心准备就行。苏小姐，真巧啊，还在研究呢。别白费力气了，有些位置，有些人不是靠努力就能碰的。设计是靠作品说话。江小姐如果对自己的作品没信心，才需要靠这些盘外招。盘外招？我这是在拿回本就属于我的一切。今晚的发布会，我会让你亲眼看看，谁才是站在顾燕策身边的那个人。至于你，不过是我加冕路上一粒无足轻重的尘埃。哎呀，苏小姐，你怎么也在这里？一个靠抄袭我们江氏制造概念稿才混进来的实习生，也配来这种场合？我是凭作品进来的，不像某些人只会用些见不得光的手段。嘴还挺硬。等会儿顾总来了，我一定让他把你这种设计界的蛀虫永远踢出去。各位来宾，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环宇集团的掌舵人、董事长顾燕慈先生。顾总，姨妈你慌什么？那不就是苏念那个开网约车的穷鬼老公吗？估计是给哪个老板当司机才混进来的。真正的顾总可不是他这种货色能冒充的。各位来宾，晚上好。在介绍环宇集团未来战略之前，我想先公布另一项重要决定。关于本次发布会压轴的高定系列星河，集团内部经过严格评选，已经确定了他的首席设计师。这位设计师凭借其卓越的才华与不懈的努力，独立完成了整个系列的概念与核心设计。她就是苏念女士。同时，监察部也查明，有人企图通过不正当手段窃取苏念女士的设计成果，并对其本人进行长期职场霸凌。钱丽，作为焕宇集团项目发展部经理，你知法犯法，为亲属谋取不当利益，性质极其恶劣。我宣布，焕宇集团即日起解除与钱丽的所有劳动关系，并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全部权利。顾总饶命，都是江雷不懂事，都是他！求你看在江家的份上，再给我一次机会。最后澄清一件事，我身边这位苏念，不仅仅是星河的首席设计师，她也是我顾燕慈唯一的合法的妻子，环宇集团的总裁夫人。不可能！你骗人！你明明就是个开网约车的臭司机！苏念，你这个贱人，你用了什么狐媚手段？环宇集团的董事长，你别开玩笑了，你就是个给我开车的司机！现在宣布一件事，即刻起解除钱丽在环宇集团的一切职务。
其涉嫌利用职权为关联方江氏制造输送利益、霸凌实习员工等行为，由集团法务部和监察部即刻接手调查。钱经理，您的内部权限已被冻结，请配合我们离场接受调查。江董，姐夫，救我！这不是真的，我什么都没做。演得不错，一个开网约车的，也敢在环宇的地盘上撒野。一场误会都是误会，年轻人别太冲动。我知道你是苏念的司机，大家都是自己人，别把场面搞得这么难看。各位来宾，抱歉打扰，我来正式介绍一下，这位并非江董口中苏念小姐的司机，而是我们环宇集团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顾燕慈先生。环宇集团的董事长，他就是那个传说中从不露面的顾燕慈。江家这位小姐搞了半天，原来是自作多情。那这个苏念，难怪我说怎么眼熟，她不就是最近那个新锐设计师苏念吗？所以她才是真正的环宇集团董事长夫人。苏念，这不可能！你一个一无所有的孤女，凭什么能站在这里？凭什么能得到顾燕慈？董事长，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是董事长？凭什么？就凭我的设计，我的作品，我走的每一步路，都牵着我苏念自己的名字。而你，江兰，除了你父亲的姓氏，你还有什么？你不过是一个靠着别人的光才能发亮的赝品，可悲又可笑。苏念，你这个贱！环宇集团宣布将重新评估所有核心技术授权合作方，江氏制造或将面临断供风险。顾董事长，是我有眼无珠，是我教女无方。我们江氏制造和环宇的合作不能断啊！求您，顾董事长，求您再给我们江家一次机会。机会？方旭，通知法务和技术部门，永久终止对江氏制造的一切核心技术专利授权。是，顾董，并即刻启动竞业追诉程序。从今晚开始，我不希望在云城再听到江氏制造这4个字。另外，江来小姐，你因涉嫌教唆绑架、窃取商业机密等多项罪名，我们已正式向警方提交全部证据。救我！我不想坐牢！你把我们江家彻底毁了！跪下，给顾董和夫人跪下道歉！是他，所有事都是他指使我干的，我只是被他用权势蒙蔽了。绑架苏念是他出的主意，窃取念锦绣坊的设计稿也是他逼我做的。他说只要我听他的，江家就会帮我的公司。念念，你看，恶人自有恶报。我早就想摆脱他了，我其实也是受害者啊。念念，你还记得吗？在云城大学，我们一起熬夜画设计稿，你说过，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最懂你的设计。江小姐，您涉嫌教唆绑架，请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你们干什么？放开我！爸，你救我！你为了公司连我都不管了吗？陆
陆泽宇，你这个孬种！还有你吧，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顾董事长，小女认您处置，只求您不要停掉星辰 OS 的授权，那是我们僵尸制造的命根子啊！一个原创设计师最痛恨的就是没有灵魂的仿冒品。你模仿深情，模仿承诺，甚至模仿你懂我，但你的内核全是廉价的背叛和算计。陆泽宇，你连当一个赝品都不配。老公，我们回家。好。念念，不，念念！僵尸制造完了，全都完了。苏念姐，不，夫人，之前的事，对不起。之前都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被将来和钱经理蒙蔽了，才会对您。是啊，我们真的知道错了。您大人有大量，千万别跟我们一般见识。所以，如果我今天不是总裁夫人，我受的那些委屈就是理所应当的，对吗？不是的，我们不是这个意思。你们的道歉是为了我，还是为了你们自己的前途？苏念姐，我们为了进寰宇真的准备了很久，求你了，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我们不能没有这份工作。我也入围了，怎么会？我们真的……苏念姐，对不起，我们之前还担心您会在最终评审的推荐意见上。谢谢您，给了我们的作品一个被公正看到的机会。锦绣未来计划看的是未来的潜力，不是过去的是非。我尊重的是评委会的专业判断和你们作品里闪光的地方。在设计圈，惊艳的作品是敲门砖，但干净的初心才决定我们能在这条路上走多远。我们的手是用来创造美的，如果内心被嫉妒和阴暗腐蚀，笔下的线条也会失去灵魂。面对不公时选择沉默自保，我可以理解，但永远不要选择成为恶意的一部分，去伤害另一个创作者的羽翼。那不仅会毁掉别人，最终也会折断自己的笔。喂，妈。念念，你快回来一趟，家里出事儿了！妈，您别急，出什么事儿了？我马上回来。老大，这破锁还挺结实，要不直接上屋里破拆？急什么？让邻居们都听听，都出来看看！住手！你们在干什么？妈，开门，是我。念念，你可回来了！他们要拆了我们的家，燕慈呢？快给燕慈打电话！妈。燕慈去海外谈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暂时联系不上，别怕，有我呢。你就是苏念，正好省得我们一个个找了。
我不认识你们，我们家不欠你们。不欠？自己看清楚！念锦绣坊法人经营贷合同，借款是你苏念，担保人是你妈苏兰心。这笔300万的贷款，昨天就是最后的还款日期，现在连本带利，你得还我们350万。陆泽宇，竟然是你！你用我的工作室和妈妈的名义，别装蒜了！今天拿不出钱，我就让你们母女俩的名字传遍云城所有的业主群。你们找错人了。伪造合同是重罪，真正拿了你们钱的人叫陆泽宇，这是他的照片。你们是专业催手，应该懂法，去查查这个收款账户，看看最终的资金流向，再看看他就住隔壁502。老大，这好像是真的。我管钱在谁那儿，合同上写的是他的名字。你们的钱1分都不会少，但你们要是再敢骚扰我妈或者碰我们一下，我保证你们不仅1分钱都拿不到，下半辈子都得在牢里过。我刚才已经把所有视频证据发给了我的律师。走，去502！要是敢骗我们，我回来收了你家！陆泽宇，你自己的烂摊子，凭什么要我妈来担惊受怕？你怎么能这么狠心？他都这样了，你还在这里看笑话吗？念念，阿姨求你了，你现在是黄允集团的总裁夫人，手指缝里随便露一点，都够我们过一辈子了。你让顾总随便签个字，收购了泽宇这个烂尾项目，不就什么都解决了吗？对，苏念，你必须帮我！你们怎么能这么无耻？我今天才知道，原来人的心真的可以这么脏。都是你害的！要不是你靠着顾燕慈抢走了本该属于江氏制造的那几个关键项目，江家就不会资金紧张，我也不会被逼到绝路。是你毁了我，毁了你，陆泽宇，你走到今天全是你自己咎由自取，谁也救不了你。好一个咎由自取，苏念，这是你逼我的。认得吗？大学时你为我画的专属设计系列，还有你那些写满少女心事的设计日记。你要是不帮我，我就把这些东西原封不动的发给顾燕慈，再公开发到网上，让所有人都看看你苏念的设计天赋最早是为谁而燃烧的。你猜你那位视若珍宝的顾总会不会介意他夫人的创作源泉是另一个男人？怎么样，苏念？这些可是我们爱情的见证，现在他也可以是你事业的墓志铭。只要我把这些手稿发出去，说你苏念抄袭我当年的创意，你猜设计圈会怎么看你？顾燕慈又会怎么看一个有职业污点的妻子？苏念，你敢打我儿子？你现在嫁给有钱人了不起了是不是？你以为所有人都像你们一样，把别人的心血和梦想当成可以交易的筹码吗？你连给他提鞋都不配。嘿，你以为攀上顾家就成凤凰了？人家玩的是高科技和全球资本，你一个做衣服的，懂吗？别以为会几针女红就能进那种圈子，早晚被人当抹布一样扔了。妈说的对，他要真的爱你，会让你自己辛辛苦苦开个小破工作室，早就把你安排进环宇集团当高管了。怎么想打电话给顾燕慈求救啊？晚了，我已经从环宇集团辞职了，因为我收到了云城国际时装周的正式邀请，将作为特邀设计师举办我的个人品牌念锦绣坊的发布秀。至于阶层，不好意思，我不需要靠任何人，我的才华就是我的阶梯。顺便告诉你，我的独立设计品牌念锦绣坊已经拿到了天使轮投资，国际东方美华交流会的参展邀请也已经确认，这一切都和我的婚姻无关，只和我的作品有关。说得好。燕慈，你不是在……
环宇集团和欧洲总部的战略视频会议，我中途退出了。方旭收到你家安保系统被暴力破解的预警，我刚下飞机就赶回来了。你们讨论的门当户对，在我这里有新的定义。我和我太太的门当户对，是她设计的锦绣系列，能完美诠释我公司 AI 美学模型的核心理念，是创造者与赋能者灵魂深处的共鸣。这种默契，你们用金钱衡量的世界，永远无法理解。顾先生，苏小姐，打扰了。按流程，这是对陆泽宇先生的最后一次还款通知。24小时后，他的个人信息将进行成所有金融机构的永久黑名单。同时，我们将启动法律程序，申请强制执行其全部个人资产。念念，你还记得吗？小时候你为了买那本绝版的《中国传统纹样大典》去打工，是我把我的零花钱都给了你。就看在这个份上，你不能见死不救啊！那是我帮你实现的第一个设计梦啊！念念，看在我们一起长大的情分上，你帮帮我。我挪用了江氏制造的公款，环宇集团的审计组明天就到，我真的会坐牢的。是啊，念念，你跟顾总求求情，让他高抬贵手，放过我们家泽宇吧。那是你自己的选择。你不帮我？你为了钱背叛我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情分？陆泽宇，你那是犯罪！我不会为了你去包庇一个罪犯。犯罪？苏念，当上顾家的少夫人，就开始跟我讲法律了。你现在装什么清高？要不是我，你连顾燕慈那种开网约车的都看不上。我怎么样，都轮不到你来评价，你还是先担心你自己吧。站住！你以为嫁进顾家就高枕无忧了？顾家的少夫人要是在网上爆出点大学时的艺术照，你猜环宇集团的股价会跌几个点？泽宇，你疯了！快把手机收起来！是他逼我的，他不给我活路。陆泽宇，你真让我恶心。完了，泽宇，我们斗不过他们的。妈，他顾燕慈那么有钱，他老婆的名声值多少个亿？他会给的。他小时候连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拿那种照片来威胁你？妈，你别难过，他不是变了。这才是他的本性。当一个人所有的温柔和残忍，都只是为了自身利益而切换的面具。怎么了？没事，垃圾短信。原来私下那层叫青梅竹马的滤镜，这个人我竟从未认识过。念念，你来了！你看，我特意去旧石记排队买的，还是我们以前最喜欢的味道。你尝尝。陆泽宇，收起你这套。有事说事。好，很好。苏年，你现在是总裁夫人了，翅膀硬了，连戏都懒得跟我演了。跟你演戏，只会脏了我的梦想。梦想？
你还跟我谈梦想？我们一起熬夜画图，一起拿下云城大学设计金奖的时候，你的梦想里可都是我。我的梦想还在，而你只剩下了算计。算计？好，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算计。这些照片怎么很熟悉吧？我们还在一起的时候，我保存的。我早就知道，你这些东西总有一天能派上用场。陆泽宇，你无耻！我无耻？我还以为你那些所谓的国风禅意设计是多清高，原来也是靠这种方式找灵感。苏念，只要我手指轻轻一点，你说全云城的人，还有环宇集团的董事会，看到他们总裁夫人的灵感来源会是什么反应？给我500万，这笔钱就当是我帮你测试一下你在顾家的价值。你那个开网约车的丈夫背后的顾家不是环宇集团吗？500万对他们来说连9牛1毛都算不上吧？拿钱，或者我让你身败名裂，你自己选。就凭这些恶意拼接的照片，和你在大学时偷拍的所谓艺术照，就想勒索500万？别管照片是怎么来的。你只需要知道，只要我发出去，你国风设计才女的人设就彻底崩了。传播这些照片，你构成诽谤罪；用这些照片索要财物，你构成敲诈勒索罪。500万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坐牢？我坐牢你也毁了，我们鱼死网破。你以为幻宇集团还会要一个声名狼藉的总裁夫人吗？他会不会被毁掉，不是你说了算，而你一定会坐牢。顾总，你来的正好，你老婆……这些事，念念昨天就告诉我了。事实上，我们知道的更早。你的母亲周秀莲前天晚上就给你岳母打了电话，哭着说你疯了，求我们救救你这个自寻死路的人。我们夫妻俩商量了一下，决定给你一个坦白的机会。所以今天这场会面，从你坐下开始的每一句话，环宇集团的法务部都在同步收听。是我坐牢你也毁了，我们鱼死网破。首席律师的初步意见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敲诈勒索，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他建议至少10年起步。念念，苏念，看在我们一起在云城大学熬夜画图的情分上，看在我妈给你妈打了电话的份上，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饶了我这一次。你该求的不是我，是法律。自作孽不可活。他的人生就像一件失败的仿冒品，只学了点浮夸的纹样，却完全没有灵魂和风骨，从里到外都透着廉价。过去了。顾总，咖啡厅里的人交给警方，后续的法律流程处理干净。我不希望再在任何地方看到他。明白，总裁。法务部已经全程跟踪，所有证据链完整，绝不会有任何纰漏。还在想他的事？我只是在想，他凭什么觉得用那种卑劣的手段就能威胁到我，就能动摇我们？一个人的价值体系决定了他的行为上限。像陆泽宇那种人，认知里只有零和博弈与损人利己，他永远无法理解什么是信任，更无法撼动我们。他的手段，在我看来，连最低级的商业竞争都算不上。以前我总觉得在云城市民政局门口那天是我人生的最谷底，现在才明白，那不是谷底，那是一个让我转身的十字路口。幸好我转过身就看到了你。其实那天奶奶给我安排了相亲，地点就在民政局对面的咖啡厅。我本来是去明确拒绝的，没想到拒绝了一个错误的安排。
却遇到了唯一正确的你。少爷、夫人，思思小姐过来了，说想跟你们打个招呼。让她过来吧。哥，你就是苏念？顾思思，叫嫂子。嫂子好。我过去一下，马上回来。嫂子，你这身衣服是哪个独立设计师的牌子吗？挺特别的。不过来我们家这种场合，还是穿些大家熟知的品牌更稳妥，免得别人不认识，以为我哥对你不上心，是吗？我倒觉得衣服是为人服务的，自己穿着舒服，觉得好看最重要。话是这么说，但圈子有圈子的规矩，有时候穿什么就代表你是什么样的人。燕慈，你回来啦！你表妹可真贴心，正在给我上社交礼仪课呢。她还担心我这身自己工作室设计的衣服太小众，让你在朋友面前没面子。看来我得赶紧去报个班进修一下，才不会拖你后腿。思思，向你嫂子道歉。哥，我说错什么了？她那身衣服本来就……你嫂子身上这件衣服是她亲手设计的。顺便告诉你，3年前，国内设计界最高的新锐奖项金雀奖，唯一的获奖者，那个从未露面的神秘设计师念，就是你嫂子。怎么可能？那个念，不是说是个隐世高人吗？就算他会做几件衣服，拿了个奖又怎么样？我们顾家的财富是他一辈子都挣不来的，他还不是看中了你的钱？顾家的财富确实耀眼，但对我来说，远不如我和燕慈在同一个设计稿上看到同一种未来时的心意相通。真正的门当户对是创造力的同频共鸣，这一点我从不怀疑我配得上他。好了，都是一家人，吵什么？念念，来，到奶奶这儿来。这手艺，这心思，我们家没人比得上。听燕慈说，你拿到了巴黎 ESM 的 offer， 要去进修2年。是的，奶奶。那孩子一个人在外面，我们怎么放心得下？奶奶放心，环宇集团在欧洲的业务拓展一直悬而未决，正好未来2年我会亲自坐镇巴黎，把欧洲总部建立起来，工作和陪伴我都要。你的锦绣系列已经拿遍了国内所有大奖，在业内都是标杆了。真的决定好了，去巴黎会很辛苦。我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也不是为了配得上谁，我只想让未来的我回头看时，不会辜负现在付出的每一个通宵。还好，这几年有你一直在。我当然会一直在。去吧，去做你想做的。顾总，夫人简直太厉害了，她拿下了金剪刀国际设计大奖。您看，欧洲那几大奢侈品集团的人力资源部快把我的邮箱挤爆了，我们得赶紧把夫人签回环宇自己的高定品牌，不然……谁敢在我手里抢人？下面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华夏时尚产业联合会的王会长为我们致辞。你好，我是汇海集团董事长邵辉。顾总，您看，说曹操，曹操到。苏小姐，恭喜你摘得金剪刀大奖。谢谢。您是？风尚国际，邵明哲。邵总，久仰。我不是久仰，我是期待已久。我诚挚地邀请你加入风尚国际，担任我们为之筹备3年的顶级国风品牌东方既白的首席设计师。恭喜获奖，我的首席设计师。我们回家庆祝。邵总，这位是我的丈夫顾燕慈。顾总，幸会，看来我们的眼光高度一致。邵总客气。顾总，苏念在纽约毕业展上的锦绣系列，我就在现场。环宇集团是伟大的企业，但你们的根基在科技和传媒，而风尚国际拥有全球顶级的面料供应链、100年的品牌营销经验和巴黎时装周的专属席位，这些我想才是苏念的才华最需要的土壤。感谢邵总对我太太的认可，不过她的才华只为我绽放。家事不便外扬，我们先失陪了。我的首席设计师这么快就想跳槽了？好大的醋味！看来今晚的庆功宴要加一道菜了。还在想邵明哲的提议。风尚国际的平台，在专业领域上确实比环宇目前能给你的更专注。一个顶级的平台和一片能让我自由生长的土壤是两回事。邵总的橄榄枝很好，但我的根在这里。巴黎的进修让我看清了世界的广阔，但也让我更明白自己想做什么。顾燕慈，我考虑清楚了，我不去风尚国际。但我也不是简单的回归环宇，我要在你的商业帝国里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我自己的品牌，一个全新的、独立的国风高定子品牌，就叫念锦绣。你愿意成为我的第一个，也是永久的投资人吗？我一直以为我所做的是为你遮风挡雨。现在才明白，我的妻子，她自己就是一片能创造风景的江山。苏念，我们相遇在民政局，跳过了所有程序。今天，我想把最重要的这一步补上。你是否愿意正式成为我的合伙人，我的妻子，让我用余生来守护你的梦想？我愿意，我的顾总。而且，我们的念锦绣也需要一位小小的专属模特呀。慢着点儿，别摔着我的宝贝孙媳妇儿。顾燕慈，谢谢你在那个雨天的民政局门口，愿意载上我这个狼狈的新娘。苏念，是我该谢谢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天起有了万丈光芒。遇见你，才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